嗨，我是 Jasper。这期影片会讲解很多外面看不到的磨刀技巧，干货会疯狂输出，看一次看不懂就看第二次。好不容易磨出一把好用的刀，用了几次就变钝了，又要重复磨刀的轮回，就麻烦嘞。又或者是你拿到一把大师磨过的刀，你再磨它就会破坏刀片原有的感觉。这个影片可以让你的刀保持现状，永远不用再磨刀。而且还可以把锋利的刀变得更锋利，从磨刀石的2万目提高到20万目。这么好用的磨刀系统就是青木 Balsa Strap。严格说起来 ，Balsa Strap 不是磨刀，而是荡刀。使用的方式不是刀刃向前，而是刀脊向前 （Spine Leading）。我们知道，刀片的边缘没有办法无止境的越磨越细，刀片边缘那么少的金属，强度是有限的。把边缘磨得太薄太细，强度不够的刀刃边缘被研磨颗粒直接撞击，就会容易破碎，不然就是刮2下就不利了。要避免这种状况，就要把刀反向荡刀，刀刃的尖端不会被研磨颗粒直接撞击，配上好的研磨材料，就可以做到磨刀石做不到的超细的20万目。要磨到20万目，研磨材料的选择就很重要。常见的研磨材料有青土 Chromium Oxide、Iron Oxide、CBN， 还有今天推荐的钻石膏 Diamond Paste。相比于其他研磨材料，钻石膏使用方便，切割速度快。钻石膏有很多目数可以选择，就像 Lapping Film 磨刀一样，用不同的目数一层一层磨上去，你就不会失败。直式剃刀要保持最好的状况，永远不用磨刀，就是每次刮完胡子以后，把刀放在有钻石膏的青木上面 strap。钻石膏不像 Chromium Oxide 用久了会分解失效，它可以让你的刀永远保持锋利。喂，刮完胡子还要磨刀哦，这样麻烦？那我直接把刀放在磨刀石上面磨几圈，还不是一样？不一样哦，同款无同师傅。用磨刀石可以保持在2万目。用钻石膏可以保持在20万目。磨刀石磨刀去除的金属多，刀会变得越来越小。钻石膏 Strap 研磨颗粒细，去除的金属少到可以忽略不计。而且每次用Balsa Strap 保养只会花你2分钟。青木系统Balsa Strap 并不复杂，你要做的只是把青木粘在底座上，然后在青木上面涂钻石膏，这样就完成了。我们会制作3种不同目数的Balsa Strap， 所以你要有3个底座、3个青木、3款钻石膏。整套系统并不贵，而且只要一次性消费。钻石膏，我们要从粗磨到细，就要有3种不同目数的钻石膏 0.5、0.25、0.1 μm。钻石膏可以在 Amazon、eBay、淘宝买到。我的钻石膏是在 Amazon 买的，品牌是 Take Diamond Tools。钻石膏的价差很大哦，你可以在淘宝找到很便宜的钻石膏，不过便宜的钻石膏目数可能会乱标啊，而且便宜的钻石膏没有 0.1 μm。在 Amazon 买钻石膏是比较贵一点啊，但是有 0.1 μm 哦，目数也不会乱标。而且我发现这样一管5克可能一辈子都用不完，成本贵一点，但是只要买一次就好。推荐在 Amazon 买钻石膏。钻石膏有分趴数 10%、25%、50%， 趴数越高，钻石膏越粘稠。我们会把钻石膏抹散，所以钻石膏的趴数并不重要，都可以买。如果你不知道怎么选，就选中间那个。我买的是25%的钻石膏。青木，青木就是飞机木，你可以在拍卖网站找到青木，很便宜。青木的购买重点是厚度，厚度不要太厚。太厚会膨胀翘曲，这样研磨表面就会不平。青木的厚度在1/4英寸是完美的，我买的是5 mm， 就好用耶。青木的宽度跟 Lapping Film 一样，要有3英寸宽，这样会比刀片宽，用起来才不会碍手碍脚。我的青木宽度是80 mm， 长度是300 mm。为什么要用青木呢？不能直接把钻石膏涂在底座上吗？还真不行。青木的功能是把钻石膏的颗粒嵌在青木里面，让它固定，不会移动，就像把种子种在土里面，只让尖尖的头露出来。如果没有青木，钻石膏会被刮起来，研磨颗粒会不断撞击刀片的边缘，这样反而会让你的刀变钝。就像用磨刀石磨刀，到最后的阶段会把浆料冲掉，只用水来磨，一样的意思。
青木有一定的弹性，在直式剃刀下面会产生轻微的变形，跟 Lapin Fin 下面垫一张纸的效果类似，可以让刀片的斜角产生轻微的凸面，这样刮起来就会更舒服。3. 底座，包沙 Strap 的底座跟 Lapin Fin 的底座是一样的，我用的是亚克力，长300 mm， 宽80 mm， 厚度19.5 mm。你不一定要用亚克力，找个瓷砖之类的，不会弯曲、表面平坦的就可以了。这个底座不能弯曲膨胀哦，不然上面的青木也会跟着变形。另一个重点是底座要有厚度，我们会把它拿在手上，如果厚度不够，刀片移动的时候就会切到你的手。你可以在瓷砖底下粘个木头之类的，增加厚度。把青木跟底座粘在一起，我用的是 3M 喷胶，喷上去粘起来就好了。粘好的青木表面是不平的，要把它磨平，用400号左右的砂纸打磨，用一整张的砂纸，研磨面才会够大，磨出来的表面才会平。如果你的地砖够平，可以把砂纸放在地上打磨，流理台也可以。打磨青木的时候会产生非常多的屑屑，用吸尘器跟湿抹布把屑屑清干净。重点来了，把钻石膏抹在青木上是有美感的。一，你要从最细的 0.1 mm 开始涂，之后才是 0.25 mm、0.5 mm。这样的用意是，不小心把细的颗粒带到粗的颗粒，来救骨没关系。但是如果把粗的颗粒带到细的，那就会是老鼠屎坏了一锅粥，剉赛。2. 钻石膏挤出来的量不要太多，大概是一颗黄豆大小的量就可以了。涂得太厚没有意义，刀片一刮过去就全部刮掉了。我会戴手套，没有手套你可以用塑胶袋，这样就可以避免钻石膏跑到手指的缝隙，然后被带到另外一根青木上面。3. 用多点的方式把钻石膏点在青木上，然后用手指把它推开，最后用手掌整个面的搓揉，让钻石膏平均分散在整个面上。把钻石膏埋进青木，不是只有停留在表面。磨好以后看起来也许不是很均匀啊，不过实际上整个面有分布到就好了。4. 涂完钻石膏，用抹布把多余的钻石膏擦掉。要注意3个青木不要用同一条抹布哦，研磨的颗粒会互相污染。我会用厨房纸巾来擦，擦完一个换一张。擦完以后，表面要像没有涂过钻石膏一样干净，这样才是对的。5. 涂完一个青木以后，把手套丢掉，洗手，换另外一只新手套，才涂另一个青木，避免不同木数的钻石膏互相污染。涂完3根青木以后，包沙 Strap 就完成了。包沙 Strap 的使用方式非常简单，就只是 Strap 而已啊，跟用皮革当刀是一样的。1. 把包沙 Strap 放在手上，把它立起来，角度接近垂直。在青木上 Strap 的力道要非常小，比直式剃刀本身的重量更小。把它立起来，可以减轻刀片的下压力。你 Strap 的力道也要刻意放轻。不过我的习惯是，我会把直立的包沙 Strap 往内旋转45度，水平的角度也旋转45度。这样做更符合人体工学，做久了才不会累。我们在奥义那集影片讲过，拿刀是以肩关节为轴心的运动。包沙 Strap 从垂直旋转45度，肩关节到它左右两端的距离才会一样长。也因为用手拿刀，刀片的施力点会靠近 heel 的部分，透的部分会磨不到。把包沙 Strap 从水平方向也转45度，全部的刀片才可以都贴在研磨面上。2. 我们要在包沙 Strap 上当刀，和磨刀刀刃向前移动不同，当刀要反过来，刀脊向前 spine leading， 让刀脊先接触研磨面，刀脊跟刀刃两点接触，推到底以后旋转刀刃再拉回来，这样是一圈，每个目数各做100圈。不用怕圈数多，钻石膏的研磨目数超级细，你放在刀上的压力又这么轻，圈数太少反而效果不好。Strap 的过程要慢慢来，动作一快，你就会增加不必要的下压力。包沙 Strap 不会像 Lapin Fin 那样会给你吸住粘稠的感觉，但是做完100圈，你还是可以感觉到有从粗糙变光滑的手感差异。3. 每个目数做完都要把刀彻底清洁，我会建议你不要用纸擦，要把刀加点洗碗精，用水洗才会干净。就像上完厕所啊，用水洗屁屁一定会比用卫生纸来得干净啊。
4. 拿去牛皮上 strike 50圈，你的刀就准备好了，可以刮胡子了。以上这4步就像磨刀一样，只要做一次，以后就不用再做。接下来就是每次刮完胡子，用最细的 0.1mm 来维持，永远不用磨刀。第5，永远不用磨刀，每次用完刀在 0.1mm 上面 strike 50圈。strike 完记得把刀上的研磨颗粒擦干净，这个动作大概只会花你2分钟。然后在下次使用前，在牛皮上 strike 50圈，这样就完成一个回圈。也就是在牛皮上 strike 50圈，刮胡子 0.1mm strike 50圈，这个就是永远不用磨刀的永动机。很简单，对吧？永远不用磨刀，就是刮完胡子在青木上 strike 50圈，这么简单。不过嘞，这个只是基本款啊，是小学生在玩的。既然你愿意看到这里，我就带你进入进阶的世界。包扎 strike 的重点不在圈数，它的精髓是笔画 stroke。记得上一集影片磨刀的方法吗？标准圈50圈，横向拉动6组等等，这个是最基本的磨刀组合，就像麦当劳里的儿童餐，可以吃，但是吃不饱。磨刀有效果，但是效果不是顶好。接下来要教你大麦克的做法。为什么上次不讲大麦克？一次塞给你太多太长，怕你也惊到。一般我们做标准圈磨刀，刀片会摆一点点角度 ，heel 朝前做 heel leading。这样做，斜角上的划痕是这样的，很多条平行线，这个是儿童餐。我们看这张图，这个是大师研磨过的刀片边缘，它的划痕呈现 X 型的交叉，这就是大麦克。儿童餐就像这几条斜线，黑色的部分是刀片表面，白色的部分是划痕。黑色、白色间隔出现，代表表面凹凸起伏，磨损不平均。如果这时候多了另外一个方向的划痕，大麦克的 S 型交叉，白色部分变多，等于在刀片上开了更多的水道，刀片上可以附着的水分更多，使用起来就更滑顺。也就是说 ，X 型划痕会让刀片的触感更舒适。那么这个 S 型划痕要怎么做呢？1. heel 的部分往外斜向拉出。2. 把toe的部分往内斜向推入。OK， 把它们组合起来。这样才会有 X 型的划痕，这个才是真正的 X stroke。但是这种做法有一个缺点，拉动的过程中 heel 或是 toe 可能有一段磨不到。我更喜欢下面第2种做法。1. 刀片摆斜的 heel 向前往前推。2. 旋转刀片由 heel 向前改为 toe 向前往前推。OK， 我们把它串起来，这样一样会有 X 型的划痕，全部的刀片都会停留在研磨面上，而且可以很简单的控制划痕的角度，比如说做90度交叉，只要注意刀摆的角度就好。不过它也有缺点啦，如果刀的稳定器或者是刀尖太突出，操作的过程中刀片可能会被顶起来，你就2个方法2选1吧。就这，大麦克不会让我给丢啊。好哦，本餐厅还有准备全家桶，请小心服用。全家桶是进阶的选项，在这之前你必须了解儿童餐、大麦克，而且实际操作过。等你熟悉它们以后，才进阶到全家桶，不然你会混乱，会给丢。普通情况下，大麦克就很够用了，全家桶是额外的 bonus。从之前大麦克的 S 型划痕，我们知道不同方向的用刀划痕可以把刀磨得更均匀。在 X 型的划痕里，还有很多没有磨到的地方，我们要把中间的空缺填满，让各种角度的划痕都有。第一个变化是7字形，也可以叫做 L 字形。我们原本的研磨面这么长这么大，满满的大平台就要善加利用，把原本的直线变成7字形转折线，往左推到中间以后再往右推。这样做的好处很多。之前我们做大麦克要把刀往外拉出，再往内推入，才会形成 X 型的划痕。但是现在这样做7字形，做一次就会有 S 型的划痕，超级简单。以往我们做 X stroke 会有 toe 还是 heel 在外面悬空磨不到的情况。7字形的笔画可以让整张刀片全程都留在研磨面上，toe 跟 heel 都可以同时磨到，
不会绕高。第二个变化型，闪电型。闪电型是七字形的缩短版，七字形中间只做一次转折，闪电型是把它变成多次转折。这个是我最爱用的保障技巧，几乎集所有优点于一身。闪电型其实是把一个长行程变成很多个短行程，做一次就等于做很多次的短行程 X stroke。也因为每段的行程比较短，它可以一直把刀紧贴研磨表面，不会离开。什么叫做好用？这就叫做好用。第三个变化型 S 型，顾名思义，它就是在研磨表面上画 S 型。S 型可以做出云状的纹理，不过 S 型的画痕角度是一直在变化的，它会让画痕变得混乱。如果你是会用放大镜、显微镜观察刀片边缘的人，就要谨慎使用。说到画痕变得混乱，就不得不提圆形画圈。我个人不是很爱用画圈哦，不管是画正圆还是画椭圆，圆形的画圈包含刀刃向前跟刀脊向前，也就是它包含了磨刀跟当刀。如果在青木上画圈，刀刃向前就会切到青木，画圈不适合在青木上使用。再来，画圈会受限于研磨表面太小，画圈的圈只能画小圈，如果画大圈，刀片外侧就磨不到。画小圈的研磨路径又太短，虽然可以移动式的画圈啦，但是刀片的其中一面如果停留在研磨面太久，就会产生毛刺。画圈的过程也很容易让刀片的一部分离开研磨表面，所以我不喜欢画圈。第四，不要忘记最基本的直线拉动哦。你不要看到这么多新玩具就忘记旧的哦。太多的横向或者是小角度的笔画会把边缘变圆变钝，直线拉动可以把变圆变钝的刀变得锋利。基本款才是最重要的，你至少要有60%以上的笔画在做直向拉动。如果刀片的斜角角度太大，刮胡子不够敏锐，那就全程只做直线拉动吧。所以全家桶就是，当你在做长行程 X stroke 的时候，除了斜向直线拉动刀片，你可以加入七字形、闪电形、S 型的笔画，让刀片上的画痕角度各不相同。这些技巧你可以穿插使用，没有硬性规定，卖给掉的好。至于短行程 S stroke， 因为行进的路线只有2到3英寸，距离太短了，不要搞那么多有的没的，斜向拉动刀片就好。全家桶是肯德基的哦。所以要把儿童餐变成大麦克全家桶，磨刀的方式要怎么做呢？一，把50圈的标准圈变成长行程的 S stroke， 你会发现这样磨 Lapping Fin 给你的反馈会又快又明显，因为斜画上去的 S stroke 刀片边缘不会经过相同的研磨颗粒，所以可以磨得更快更均匀。二，把短行程的 S stroke 圈数增加，原本是10圈，你可以增加到20圈或者是以上。最后的短行程 S stroke 就是舒适度的关键。磨刀的圈数不是固定的，我们看的是 Lapping Fin 给你的反馈。所以磨刀的方式可以改为：一，长行程 S stroke 50圈；二，横向拉动6组；三，短行程 S stroke 20圈；四，直上直下标准圈10圈。磨刀主要是把刀磨利，直上直下的标准圈是必要的。长行程 X stroke 笔画也要以小角度的直线拉动为主。当刀也要像磨刀一样，在做长行程 S stroke 的时候，把儿童餐变成大麦克全家桶。当刀是刀脊向前，不要搞错哦。在 0.5、0.25、0.1 μm 每个目数各做100圈。这100圈要怎么做？这边给2个菜单，你可以2选1。第一个菜单，长行程 S stroke 15圈，横向拉动5组，这样是一个群组，做4组，最后再补上短行程 S stroke 20圈。要注意的是，横向拉动刀片很容易切开青木，你要在青木的上下边缘操作，要往斜上的方向增加一点点斜向运动。不过如果你有做到之前说的，把底座从直立的90度旋转45度，水平方向也往下转45度，那么就算刀片直接往旁边拉，也不会切到青木。第二个菜单，长行程 X stroke 10圈，横向拉动2组，这2个加起来是一个群组，做10个群组，之后加上短行程 S stroke 50圈，这样加起来会超过100圈。你不用担心圈数过多，这么细的研磨表面，圈数多效果才会明显。就算全家桶的笔画内容不一，
只要你圈数够多，你磨出来的刀都会很舒适。包砂纸错当刀是让刀片的抛光程度更高，让刀片的触感变得更舒适。所以你的长行程 S Saw 可以穿插7字形、闪电形、S 型的笔画，让刀片上附着的水分更多。这2个菜单你都可以试试看。我的习惯是，我会在 0.5 跟 0.25 μm 做第一个菜单，在 0.1 μm 做第二个，因为第二个菜单短行程 X Saw 更多，可以把舒适度最大化。OK， 那刮完胡子永远不用磨刀的菜单要怎么做嘞？永远不用磨刀就是在 0.1 μm 上 Straw 50圈，你可以长行程 S Saw 13圈，横向拉动2组，这样是一个群组，做2组，最后再加上短行程 S Saw 20圈，圈数没有硬性规定，你可以修改它，你送就好。用了几个月以后，青木的表面会越来越黑，Straw 的手感变得没有回馈，刀片也不会变得锋利。这时候就要补充钻石膏了，补充的量大概是1颗黄豆的1半。等到青木的表面全部变黑了，用砂纸把变黑的表面磨掉，就会像新的一样。我觉得包砂Straw最好用的地方是可以在不同的锋利度之间跳来跳去，每一把刀的个性都是不同的，并不是每一把刀都适合最锋利的 0.1 μm。如果你觉得 0.1 μm 太利了，就把刀拿去 0.5 μm 上跑个100圈，刀马上就变得宽容。如果 0.5 μm 还是太利，就回到磨刀用的 Lapping Fin 上面跑1 μm。磨刀的过程是可逆的，就像浏览器的上页、下一页可以跳来跳去。不过我还是最喜欢把刀磨到 0.1 μm， 它可以像飞的第一刀片那么锋利，但是又有天然底那么光滑舒适的触感。这就是包砂Straw最神奇的地方，原本舒适度跟锋利度就像天平的两端，不可兼得。但是小孩子才做选择， 0.1 μm 它全都要。0.1 μm 有20万目哦，刀片会像光剑一样超级锋利。刀片越锋利，刀片跟皮肤的夹角就要越小，记得要做好皮肤拉伸哦。磨刀有2个关键点，第一个是斜角的设置，斜角没做好，后面的都是把布。第二是在 Lapping Fin 磨完1 μm 的时候，你要把它拿起来刮一次胡子看看，觉得太粗糙，就在1 μm Lapping Fin 下面垫一张纸。觉得不够锋利，这时候不是往包砂Straw前进哦，而是回到1 μm 或者是更之前的 Lapping Fin， 把刀磨得锋利。包砂Straw不能把钝的刀磨利，它只会把锋利的刀变得更锋利。直刺剃刀是活的，它是有灵魂的。同一把刀用不同的方式去磨它，就会有判若云泥的表现。慢慢调教跟塑造它，这种成就感跟乐趣是第一刮胡刀没有的。毕竟男人最喜欢的就是把别的东西变成自己的形状。Lapping Fin 跟包砂Straw是磨刀真正的宝藏。我没有看过比他们更简单、价格更便宜、效果又更好的磨刀工具，很少人知道他们的好。现在你看过影片了，你就是那个很少人。好工具再加上我传给你的磨刀技巧，你还有什么理由磨刀磨不好？最困难的磨刀部分已经帮你打通了，只要你愿意接受新玩具，就能进入最好玩的新世界。新世界的大门 Open！